们到了另一间水族馆，那这个也是在纽约的，叫 Exotic Reef。那中文的也帮你写好了，奇幻水族。那我们一样先打个招呼之后进去看看吧。这边好像很多水族馆都会写中文呢，我在想，有可能是华人老板就会写中文在上面。 或是有可能因为美国是个大熔炉嘛，所以就让更多人知道你，就多写一个语言不是坏事。没错，好，进去问问看吧。走吧。这边采光超漂亮，你看起来超美。哦，应该是我本来就很美，哦，然后采光让我看起来更美。哦，采光加成。好，那一开始进来的话，它就有一组红海缸，这个应该是红海4尺的一个鱼缸，那配上他们的。 绳子滤镜套上，红海灯具，这个看起来很好，就是你门一打开，它这个鱼缸就很像在欢迎你的感觉。没错，他们的 display 缸。那因为它这里是淡海水混合店，先告诉你我们有很漂亮海水缸哦。那进去之后，海水在最里面，怕你没有看到，所以先 display 出来给你看。好，这是我很喜欢的风格，就是不要养太难的珊瑚，然后每个层次高低都有稍微设计一下，看起来就很自然漂亮。给大家看一下。 绿头的红奶嘴，它是对它绿点红奶很漂亮。对，还有发现这东西。走，我们往里面看。好，这边也一起讲一下，墙面上就有一些常用的一些设备啦，这是选。这个比较酷，这个比较少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做背景的话，看你要多长，直接拉出来就可以剪你要的。这个以前台湾以前的水族馆，或者是这种连锁的量贩店，像鱼中鱼之类的，好像也会有这些东西。 这个很厉害哦，它是双面的哦，所以你可以决定你要用这一面还是这一面，哎呦，很酷吗？然后一样，他们也有冷冻饵料，他们冷冻饵料就在后面。他们有卖这个这个袋装海盐桶装在那里，然后这边放了超多袋装海盐。爸，你过来看这个，这是海水。有，我刚好看到 Nature Salt Water， 这是天然海水。天然海水就是这样装成一桶一桶卖的。 那因为美国这边他们其实地比较大啦，运送上面你如果要取得好的天然海水，基本上还是要在特定地点取水才行。不过这是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包装。对啊，应该说我们没有看过，有可能台湾的代理商没有进，所以可能就没有。因为这个可能是它在使用上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啊，就是可能会那个结块或受潮。美国这里比较干燥，可能就不会有我们台湾遇到问题。 我们那个袋子没有卷起来，都已经会受潮了，何况是袋装的。好，那这边的老板是华人，他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所以店里面也挂了很多这种比较华味的。里面有关公像，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再来就是美国真的很受欢迎的冷冻饵料，就是各系列他们好像都会用，所以冷冻饵料其实应该是一个蛮不错喂食的方式，所以才每间水族馆都有用。那不论是趋势啊，比较天然的食材啊，最接近它大自然的食物。然后不论是喂珊瑚或是喂鱼，他们都会喂冷冻饵料，推荐给大家试试看。 然后往里面走，这边就是它的各式饲料区跟比较小的零配件都会在这里，对，跟一些补充包。那它也是我们第一间在美国有看到有冷水机了，之前没有一间水族馆他们有用冷水机，我第一次看到，你应该也是第一次吧？对，就没有看到有冷水机出现。对，这唯一有出现。然后我们往里面走，这区是淡水鱼区啊，这个也有做荧光的哦，好酷哦！以前没有这个没有荧光的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也很酷，它是只有背。这个少数淡水鱼需要挂滤镜的。它是只有背上有荧光，你看。大家这个滤镜也能拍这个哦。哇，他们很紧张等下他们。好。下面有蓝色荧光的。这个比较常看到。哪一个？它叫 Dino。这斑马鱼啊，这就是最初代的这个。这个最常看到，刚刚那个线型的很酷最初代荧光鱼就是那一种。线型的很酷，这个好像玩具。这个超级像玩具的。那走到最里面就是他们的海水缸的部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刚刚有看到，一眼就看到它。这个吗？对啊，这个灵芝脑很多彩。这个不错。可能拍不出来，但是它真的，它有大概6个颜色，然后每个颜色是混在一起的，非常漂亮。这一颗，它在里面放了很多黄金花鲈黄金花鲈？对啊，里面大概有3、4只吧。真的吗？真的啊，真的。真的耶。比较少看到水族店家把黄金花鲈直接放到鱼缸里面去。对。他们这边的场地的布置啊，就是最左边有一些纯鱼的缸子纯鱼的展示缸，然后往左边呢是一整排的 FO 缸。这里有珊瑚啦，不是纯鱼展示缸。但鱼占大多数啊。这边是好像是硬骨的耶。对啊。那可能之后全部要养硬骨。
然后中间的话是整排的这一珊瑚缸。区的话就是珊瑚缸，这边的话是 LPS， 然后那边也是 LPS， 中间那一区有一区 SPS。那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从头看一下，看看有什么有趣特别的东西吧。然后一样，它也有这个观景器，所以你就可以从上面往下看。在我们这里也有，我们这里面超大的。等一下，像它有观景器，所以你就可以从上往下看。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用的时候不要很暴力的这样子拉来拉去，因为我们有些客人比较不熟了，他就很快的这样拉，这水都会这样喷出来的，所以你在拿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慢一点。然后在这边放了一些榔头，一些这种双色的珍珠啊，这其实很漂亮哎，这是两个颜色的单包，就是黄心，然后外面是白色，但你蓝灯下看起来会蓝色的。这个，我倒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这一个，它的落水是这样弄，它就把这个管子这样弯过来，然后接一个这个吸水头在这里，还蛮有趣的。这边是比较大颗的榔头，或是珍珠，或是比较大颗的单包。那这边就有放一些尺寸比较小一点的，就是让你可以收集的品相的珍珠、榔头、米粉。它一样有按照颜色把它分类哦。这里有很久没有看到的沙巴米粉了，这以前好常见，常见到没有人要买。现在沙巴不能出口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个粉头蓝头共存的亮绿米粉了。然后各式的金米粉，米粉种类也是蛮多的。这有一个香菇呢，它是绿色基底，但它带一点黄色拉边条，在末端还有一点白色，很漂亮。它看起来不是那种你会觉得哇，这个是超高单价的东西，但它是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个体，对，很不错。这边的纽扣区就是他们的品种纽扣，所以它就是每一个头或是每几个头把它放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纽扣这样做很像工艺品，就是把这些东西这样切下来，纽扣一个头切起来这么小，然后就把它放上去。对，然后开起来的时候，这是很细活。它开起来的时候，那个基座上就只有这样一点是纽扣。它开的时候你还容易看，它没有开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有时候头也分不出来。这有一个纽扣，很像西瓜，我觉得很漂亮。中间是粉红色，外圈是蓝色的。啊，我们很熟悉的苏拉黑面。然后你看到这边，它每一个纽扣都像这样把它整齐排列起来，你就看起来很想买它哎。再来是这边我很喜欢，看了好想买哦。这个他们的小甜甜圈，那它一样是放了各种不同的尺寸、不同的大小，然后放在基座上的时候，它不是像这样排站，它把每一个上下交错排，让你看起来觉得每个颜色都有，然后有点五彩缤纷，看起来很想买。我觉得他们的陈列做得很好。然后这边就是放单包跟各式的香菇。那边香菇我刚好看到一个我觉得很喜欢的。你喜欢这一个吗？对，就是那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然后的颜色就变化性也蛮大的，我蛮喜欢这一个。我其实觉得它跟我们现在有那个绿底的菇有点像，但它多了一种颜色，它多了红色，对不对？我觉得它应该是那个绿底的菇，然后它有一点退工早时候的颜色，有机会变成这样。可是它那个红色我觉得蛮特别的耶。你试试看，你把那个长工烤看，搞不好有机会变那样。但我很喜欢旁边那个橘色的，那个它是中间是绿色，然后渐层出来，最外面是橘色，这个我很喜欢。好，那这一区的比较长的缸子呢，在最底部，这个是海葵的缸子，大部分都会放一些像红奶嘴啊、绿奶嘴啊这类的，那他们就很自然的让它长在这个里面。那我是觉得这个拿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小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这样比较符合他们原生的环境，所以有好也有坏啦。他们会说到洞里吧？说到洞里就可能比较麻烦，可能会拿不出来吧？对，有可能会拿不出来，那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我很少看到就是这种尺寸的奶，就是很多时候奶嘴小的时候奶的形状都很奶，但是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很多都会变成米粉奶。你确定要跟男生讲奶的事情吗？不是，我是说奶嘴。像这种奶嘴，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光线或者不同状态，然后去有不同的形状。那通常你要它越圆，然后这个头小小的，像正常的奶的状态，就是需要某些特定的环境。我觉得大概这个尺寸的通常都很奶，但是长到这个比手掌还要大的。它这比较特别是它很圆呐，它真的很圆。对，有些尖尖的，像这个就前面就尖尖的，后面就是圆的。没有，这都还是奶的，所以就是它这个尺寸，我觉得还能那么奶，我觉得蛮厉害的。啊，蛮可爱的。这个就是大部分你会看到长大的奶嘴，通常会是这个形状。对，大部分就是这样绿，然后头比较长，它的奶头的部分比较长一点。
它不像那个刚刚那一个奶龙凤比较短，奶奶圆圆很可爱。对，它比较会有一个 fruity， 就是很像葡萄那种感觉。哦，对。好，那这边呢就是他们的软体缸，然后这边大部分都是放一些会飘的珊瑚，然后在这边过去的话就是硬骨的部分，然后中间的部分这边就是米粉，米粉可能大家就看的比较多了。那像这个我们自己也有的，我们叫做斑斑米粉，然后在这里，然后再来就是金米粉啊，各种不同类型的金米粉。那斑斑刚好讲这一块是他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边看起来很像一幅画，很漂亮。对啊，他把很多不同类型的珍珠啊、米粉、榔头只有珍珠跟榔头，就这两种东西而已，他把它混在这一个区块里面。那这看起来就整体就非常的 colorful， 非常多彩多姿的样子，看着就很想买。它不是每一个都超亮，但是你就有层次的摆放，它看起来就很像一幅画。真的，这就我说，我觉得陈列很重要，他们很会陈列。对，这个真的蛮不错的。旁边这有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灵芝脑，它有2种不同的红，3种不同的红色哦，搭配黄色的嘴巴，这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接着往左边这边有一堆的 WD， 还有愤怒鸟，这些都是可能大家对美国有名字的珊瑚算在台湾算比较夯的2种，就华特迪士尼跟愤怒鸟 Angry Bird。我很久没有听到 Angry Bird。因为 Angry Bird 在台湾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它是不是以前它是我前几个听到的 signature coral？ 我印象中，对，应该算是。我印象中比较有名的，然后它单价也比较高，所以大家对它印象都比较深刻。但我觉得其实它颜色上面来说，这种颜色在一般的硬骨上也比较少看到，因为它是蓝色的底，红色的毛，这种蓝色的底的 A 属的是比较少一点点。好，那这边还有一些 contraband 啊，然后一些。这是迪士尼的母体，那这边有一些印尼的人工珊瑚，然后这边有基座都是印尼人工珊瑚。这个纽扣很漂亮哎。哦，真的吗？这个紫底绿圈的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那接下来这一区呢是纽扣区，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分切的糖果脑，糖果脑都是单头的，他们有挑一些等级比较高的糖果脑去做分切盘子。我觉得这个也养得很好，挺漂亮的。哇，这个也挺不错的哦，这个有一个。一圈一圈的这个小口的脑珊瑚，我觉得这个也蛮漂亮的。哇，还有这个新手的最爱，老手的噩梦是什么？我想一想，新手最爱，老手的噩梦，加勒比海八爪。没错，它这里已经长一整片了。那英文叫 Zinnia， 这个 Zinnia 已经长得超级多了所以这个真的好好管控啊，不好好管控就会像这样子。如果你刚刚像这样子，新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你喜欢当然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就爱捞鱼，我给你看。他们这样子，那捞鱼需要，you got it。要在这种有造景的缸子里面捞鱼，真的是不简单的，要花蛮多心力去做的。这应该是它有以前的展示缸最近撤掉，也很少看到这个，这是 ATI 的整组的灯。哇，它还不止 ATI 整组，它旁边还挂了这个补灯呢。它已经这么多灯了，还需要挂补灯。我很少看到这一盏灯嘞。这个 ATI 还不是新款的，这是旧款，就是没有 LED 那一款。对。它可能是 Power Module。这里放了一组红海的倍率套缸。好，往前走。然后这里是它的 Macro Rock 区，那跟我们一样，就是因为 Macro Rock 原石都很大，所以我们都需要把它敲小。你很常在我们店来我们店里的时候，你很常听到 king king king， 就是我们在把这些石头敲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给客人，或是我们才更好使用。这边是他们的功能生物区，所以像清洁虾、螺，还有你刚刚看到的蜜蜂螺也在这里。哦。然后下面是活石，所以辜老师在那活石区就放在这里。走，这样。那美国辜老师他也有分成各式的形式，那边是 stacks。这边就是干切面跟一般造型的辜老师，那他一样也有这个，我已经认识他了，就是那个加勒比活石啊，它叫 Carib Sea Life Rock 加勒比海活石。上次有问啊，但是它不是真的活石，它是它的品牌名字，这里啦 Carib Sea。这边呢就有一些添加剂啊，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它有卖卡莫尔的滴滤器。大概是这样子，东西还蛮多的。那红海的系列添加用品，它这里也有。然后2只小鱼，再来是海水店家，我们或是他们大家比较习惯用的测试剂是 Salifer， 不能说它这是最精准的，但它就是我们
养海水的人最常会用的，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 Reef Nutrition 的一些产品都放在里面，下面有沙子啊，这边有磅秤，都是非常简单好用。工作区的话在这里，他们工作区也是有标配这个，对，跟我们一样，他们都开了非常多的测试器来测试，跟我们一样，它基座放在下面，然后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洗手，这里还有水槽啊，这都可以用。它是一连串，然后在这里打包出货，没错没错，好多橡皮筋哦。超多的啦，超多，那可见出货量之大。看起来出很多，很好。这个跟我们一样，对，跟大家讲一下 ，Employees must wash hand。这里写员工工作之前需要先洗手，手才能放到鱼缸里面，跟我们一样。来跟大家说一下，来蓝箱水族工作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你的个人人身安全，注意你的安全。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洗手才能开始工作。大家都一样。你在征才是不是？没有讲一下，就是难得有一样的那个事情，而且我把它特别贴出来的。我们这也是。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事情，这个的用法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用途，可以当立竿架。哦，真的耶！你就做一个这个凸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束线带把它束。对，这个当立竿架，这个好聪明哦 ，so smart。这不错哎，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就是它不是那种全部鱼的种类，但是就是告诉你，假设 10系列的有这些是适合放在珊瑚鱼缸的。它当然不可能全部列出来，但是就是告诉你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参考。有不同种类的，像是神仙科的鱼啊、小丑鱼啊、倒吊啊这些都，是可以 reef safe 的鱼都可以放进去。但他把木瓜放在这里。木瓜 reef safe 有可能啊，他说 with caution 就是你可能要注意，然后像这个 fox face 也是你可能要注意，就有机会有点问题的。然后神仙类的这个盖刺科，然后在这里就 very safe， 就非常安全系列，超级安全系列，这不错哎，我觉得这蛮好的，就是告诉一些初新手，哎，哪些东西是你要注意的。我觉得有时候放鱼，如果你真的买到一只有可能会咬珊瑚的鱼，你不能全部都怪店家，因为说真的，买鱼之前你需要自己先做好功课，店家呢只是多提供一个介绍。我的感觉是因为假设我是消费者，我进去这间店我要买这只鱼，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业者或是不可能每一个员工都有办法问你所有的事情，知道你所有鱼缸的状况。对，没错。通常就是我要这只鱼就是帮你捞，但可以多帮你介绍一下。当然我们都很愿意，但是不能说哦，我买到这只会咬珊瑚，哇，我就全部怪你，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你怎么跟我讲啊？都是你的错。有时候真的好像不是这样。像我们都是会主动跟客人讲，但是有时候真的太忙的时候，或者是就有时候不小心遗漏了，这个也其实说真的也不能怪我们，是多跟你讲，而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跟你讲。但我觉得能多做的，我们大家应该都很乐意跟你分享，只是有时候大家都太忙了。有时候真的忙起来，漏着跟你讲的话，你其实自己最好的话就是自己先做好功课。或是我觉得主动提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可以问说这个鱼我有养珊瑚，我可以放吗？如果你有问，通常大家都会很乐意告诉你。对，然后反过来应该说你有疑虑的话，你要问，大家就会很乐意告诉你。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有一个，这里有神明厅诶，很少在美国看到神明厅。这我刚刚看到的关公像啊，在入口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但是我要先给你分享这个是超级无敌大的观景器。是吗？屁啦！这是超级无敌大的观景器。最好是贴黑的啦。哦。妈的，这是展会用的鱼缸吧？这是超浅。我想说他是不是刚定做，然后他还没有撕掉？我想说，这观景器也太大吧？你以为这么大观景器我不要，我把它放在。不是你剪掉。哎，是鱼缸啦！早就跟你说鱼缸啊，它有溢流的啊。我刚没有看到啊，我只看到上面嘛。你还这应该是展会用的那种浅型的鱼缸。那灯具的话，这边都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Ecotech， 就美国真的很常用 Ecotech。然后最后面就是 ATI 的 T5，然后这边是 Casio， 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灯哦，这个就不知道什么品牌了啦。那就并不是说只有 Ecotech，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品牌都有在做展示，都有在做使用。我很喜欢它哎。谁？这个啊，长鼻子翻沙螺，以前很多，最近台湾很少看到。它好可爱哟。那这边还有放一个他们的硬骨缸。硬骨的展示缸，这在最角落的地方哎。它这个灯具很可爱，看起来很像一个幽浮的感觉。它这个设计也蛮妙的，它的溢流盒是这样悬浮在一半的。我刚刚在想说，看到这边有管，然后再看到这，在想说外面有没有那个背包？管是怎么长这样？它就直接这样接，它没有背娃娃在下面，所以它这个溢流盒就只有从它流进去之后，再从外面流出来，比较少看到的形式。
然后它整个鱼缸整体也蛮清爽，那因为它没有铺底沙，所以它会用造浪把流都聚集到那个角落。它每次换水的时候都要在那个角落吸，那也需要放很多的食藻生物，不然你下面就会长很多的藻类。底缸的话是一个亚克力的底缸，然后它用了一些这是洁宝滴定机，然后用了这个 JNS 啊，当然在美国不是叫 JNS 啊，叫做 Aquamax 的蛋白机，算相对小台的，然后整体设备蛮简单的，用一个铝起的架子把它架起来。其实也蛮清爽的，这好大哦！因为台湾上次进的时候我没有抢到，这个我知道有这个，但我不知道它这么大。你看它跟我身体一样大，它快要把我盖住了。你可以躲在里面。对啊，这个是鸿海他们出的一个补水，因为鸿海的底缸空间有限，没有办法再另外放一个桶子，但是为了让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收在鸿海的鱼缸里面，它就出了一个超细扁的桶子，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补水器放到里面。这个台湾还没有，真的很大哎。不过影片贴出来的时候，应该早在台湾就买得到了。哦，有可能。我们影片剪会剪比较久一点。在台湾已经有了，只是上一次它台湾进的量比较少，我们没有抢到。下次现在蓝酱应该就有在卖了，可以直接到链接下面购买。是，还有更大的嘞，肥版的。对，这是刚刚那个。你如果是更大的尺寸鱼缸，你就可以用。这其实蛮惊人的，看现场的时候。对啊，它很大哎，这么大，然后这么宽，这应该15公分吧？哦，这20公分宽。侧面都快把你遮住了。这是20公分宽，然后这可以放40公升哎，这40公升的，对啊，这2个20公升的 size 哎，蛮惊人的，好大哦。这里有我们很少见的字，这有 Made in Taiwan 的东西。然后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JNS， 那在美国的话是 Aquamax 这个品牌，请 JNS 代工。所以在美国就是挂 Aquamax 这个牌子，品牌不一样，对。但东西呢，就是 JNS 做的。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外挂，什么水旋风或是冰旋风这种的。水旋风跟冰旋风，说真的，这2个我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就是到底哪一个是外挂，哪一个是内，它就一个是外挂，一个是内置，但我有时候就是都记不起来。OK， 那在我身边的这个是 Chris。How's it going, guys? Yeah, Chris. We have prepared some questions for you. Yeah, and for this tank, I see you keep those anemones and with the aquascape. And the enemies were attached to the aquascape. So how do you get the enemies for customers? So for the most part, like on some of them, you could kind of see around here at the edge. Yeah. It's pretty easy to get to the foot. On some of these harder ones, you either have to break the rock or hope for the best. So you have to do many work for the enemy. Correct. But it does make it easier on them where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setting their foot inside the rock. Yeah. In our experience, they tend to do a lot better than just keeping it bare bottom or doing something on a flat surface. Oh, so it will be more easier to keep them alive and to keep them in a very good condition with the rocks. Correct. Oh, okay. And the second part is this one. I see some red bubble tip. Yep. And do you have any tips or something that you can keep these? Keep them bubbled up like that? Yeah. Honestly, I wish I had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Yeah? Sometimes they bubble up like that, and other times they do the long flowy thing. Yeah, like this, right? Yeah. In my experience, it's just how it comes down to how they want to react. I've had them bubble up, and then I've had them go back into this for no apparent reason before. Yeah. So you don't know why. Yeah. So you feed them a lot, or you do anything to pet them, let them feel more bubble. Honestly, we don't really do anything too crazy or special with them. We feed them 2-3 times a week, depending on what it is, brine shrimp, mysis shrimp. Yeah. And that's really it. To be honest, I think one of the big differences is you could kind of see they're directly underneath the light, so it might be a par thing. Yeah. This one's kind of a little off. It's still a little bubbled up, but not fully. Yeah. So it might be a lighting thing. Yeah, I think so.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a guarantee answer. Yeah. Just for this hobby, nothing's guaranteed, right? Exactly. Yeah, so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Yep. Yeah. Another question is that you keep these corals. Do you use dosing pump or the calcium reactor? Everything is manually dosed. So when we get in the morning, we test the water on all the systems, see what needs to get dosed, see what doesn't need to get dosed, and we manually dose everything. Oh, you manually dose everything? Yep. So it takes a lot of time, or
measure the water condition? Yes and no. So it's 1 system, 2 system, 3 system, 4 system. Yeah. So there's 3 of us here. I'm not here all the time, but Kevin and Tony, for the most part, they're on top of it. They get here a little earlier. Yeah. They test everything. They've got it down to the T where it takes a couple minutes. It's not too bad. So how often you test the water? Every day. Every day. We don't test all the parameters every day. The main one's going to be alkalinity, phosphate and nitrate whenever there seems to be an issue with phosphate and nitrate. Yeah. But for the most part, every day it's alkalinity. Calcium and magnesium once a week or so. That's really it. Okay. So how about the alkalinity? Alkalinity's tested every day. That one fluctuates a lot more. That one's a little bit more important. So we try to stay on top of that and try to keep it where we need to keep it at. Oh. What kind of test kits do you use? We use the Salifert test kits here. Salifert test kit. Yep. For every Yep. parameter. Yeah, we use Salifert too. Salifert's really good. It's been around for, I don't even, yeah, it's try and true. It's a good test kit. But for the phosphate, I think the Salifert is not accurate enough, I think. It's not the most accurate. Actually,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observe. Yeah, it's Yeah. harder to see the color on it, which is kind of tricky. Yeah. In my experience, as long as you keep everything stable and steady, it's a lot better than trying to chase a number. The coral don't adjust well to the constant fluctuation. So as long as you could kind of keep it where you within a set rang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Can you introduce your thumb Sure. for us? So it's nothing crazy. All the water comes in through here, Yeah. goes through just a filter for floss on top. Yeah. This we rinse out every day or every other day or so as needed. Yeah. There's a bunch of media in the refute. There's a bunch of media in the protein skimmer chamber. We run a Reef Octopus protein skimmer. Yeah. Then it's kind of like a makeshift refugium, just a bunch of live rock, a little bit of caulerpa in there. Yeah. Nothing crazy. And then when we need to, either carbon or ferric, and then it goes back up into the top system. Yeah. It's very, very simple. Yep. Yeah. The simple is the best, I think. Simplicity is usually a lot better than trying to complicate things. Yeah. They- It will make your maintenance more easy. Exactly. Yeah. 跟我们的底缸很像哎，对真的，其实基本上我们底下就是这种做法。很像哎。 It looks exactly like our thumb. Yep. Yeah. I think it's very easy to use and low maintenance. More space to use. Yeah. Exactly. And then if need be, what a lot of people do, and I kind of like having a simple sump,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this chamber. If you wanted to, you could create a whole frag system underneath. Yeah. Which is also kind of nice. It gives more space when needed. Yeah. We have a lot of space whether you use or not. Exactly. But there's space. Exactly. Yeah. A lot of people tend to go smaller and they run into a lot more issues when it's not really worth it. I always recommend going if you have a 6-foot tank, if you have space for a 6-foot sump, get the 6-foot sump because it'll make your life a hell of a lot easier. Yeah. Some people like a lot of separate. Yeah. It will make the space so small. And sometimes if you want to upgrade your skimmer, or you want to put some like calcium reactor inside, there's no space for that. Exactly. Yeah. A lot of people don't think that far ahead into it, which is unfortunate. But you live and you learn. Yeah. How often do you feed your corals? Me personally, Yeah. feed them once a week. Once a week? Yeah, once a week. Once a week. Um,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use? I use Reefroids. I don't really do anything crazy. You use Revoice? Yeah, I use a little bit. It is known to raise your phosphates, which Yeah. is kind of unfortunate. I go very lightly on it. I mainly have zoas and mushrooms at home. They could tolerate the higher phosphate levels, Yeah. but I don't like to feed all too much. I usually feed the fish more, and they kind of keep everything in check. Yeah. Oh, okay. So do you use like amino acid or something, AB plus or resin? So yeah, but me personally at home, I use AquaPower. AquaPower. The two little fishies, AquaPower. Okay. A lot of guys will use the Red Sea AB Plus Seachem fuel. I like the AquaPower better just because once you open it,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refrigerated. Oh yeah. That's important. Yep. With the Red Sea AB Plus and the Seachem fuel,
once you open it, you do have to keep it refrigerated, and if you're not on top of it or you forget about it, it goes bad after a while. Yeah, maybe. This is Exotic Reef Aquatic in New York. And thank you for Chris for sharing these things with us. And 那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按赞、按赞、订阅、加分享。耶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It was Thank you nice very meeting you much. guys. Yeah. See you on the show. Yep, we'll see you every Palooza. Bye bye. Bye guys. Bye bye. Kevin 刚刚问我说：“你们是兰香水族吗？”我说：“对。”太惊讶了吧？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说：“刚刚我们的客人跟我说那是兰香水族，我有看他们的影片。”真假所以他就来问我们。对啊，太 OK 感动了。那应该要跟他说，我可以帮你签名。最好是啊，只要我签名啊，白痴吗？